玉龙街又淹了，我们这一排店基本上都没开门，就我们开着来看看什么情况。店里边都被淹了，今年淹得很严重了，比每年都严重。虽然每年都淹，但是没有今年淹得这么深。你看啊，那边都是趴窝的车，一夜趴了多少辆？我们这里是贵州省贵定县昌明镇杨田村红野谷的村民，我们现在这里的水全部被淹了，我们整个村子快过来救人，村子里面全部是人。咦，我的天嘞，这咋活着？哎，这有船吗？连那个船也下水。贵的是干什的？雨越来越大了，一片汪洋大海。孩子给你长呢，你看的。这也没有办法弄，当时雨太大了，然后车都冲过来了。你车里边已经进水了，大概是系统故障，然后车灯全部都亮了。啊！听见了，我不知道哪一个车。一觉睡醒，这个小区直接成水城了，我去，整个小区都被淹了。放眼望去全是水，根本看不清路在哪。电动车全淹了，电动车，你看一下这水有多深啊！好多车都在找地方停，好多车都已经报废了。最近，中国多地爆发洪水，重庆永川区洪水加泥石流，造成大量人员伤亡，当地房屋半夜被冲垮，住户都被冲走，生死不明。官方宣称的伤亡数字被民众质疑造假。大家好，向大家推荐一款非常好的产品，来自筷子的明目冷敷眼贴。大家知道啊，我们现在很多人每天眼睛都在超负荷的工作。假设说在正常情况下，肝肾每天可以为眼睛提供10个单位的营养，但是啊，这些现代生活方式呢，已经大幅增加了眼睛的消耗，导致眼睛现在每天需要15至20个单位的营养。当供应少于需求时，就会出现这些问题。眼睛啊，很多问题是没有办法替代的，所以护眼这件事情不能等出了问题再说。这款日本生产的眼贴适合在长时间用眼之后使用，是一种日常护理的极佳选择，对眼睛干涩、眼前黑影、眼压高都有很好的作用。在中国呢，为观众朋友们争取到了优惠价，只要输入我们的专属优惠码 KZG 就可以享受优惠价。购买链接呢，我们会放在影片描述和留言区置顶，快来选购吧。山西岘中、安徽的安庆和黄山歙县等地也有大量房子和车子泡水，灾民抱怨政府不作为。谁能体会到锦州老百姓的崩溃和无助啊？昨天湖北锦州遭遇了一场历史罕见的特大暴雨，104万亩的作物，上万亩的鱼塘虾池，几个小时全淹了。你站在水里哈，看着飘起来的叶子和大棚沫，连哭都觉得多余。人种田收，老天爷的收割呢，根本不用打招呼。农民这辈子最大的无奈就是努力在天灾面前连个小花都不如。你们看嘛，那个修那个鱼池徐高修，那个水价弄个灌起下来，还要不要我们的活？我说我们一家子的命还要不要？你们个人看看嘛，那个烟筒那些全部那干了那个烟筒全部满铺，全部从我屋头那个铺进去，你看那下面下来那个公路下来好大一股水，你看那个我屋头全部都安静了，你看那边那个水又走不赢，你看还要不要我们些老百姓活？真的是。
从5月15日开始，一场贯穿南北方的大范围长降雨席卷全国14个省区市，湖北、湖南、广西、广东、贵州97站次出现特大暴雨，121个气象站的月降水量记录直接被打破了。很多地方的雨不是下几天，是几十年来的月降雨量在几天之内一口气倾泻下来。全国各地大量房屋被淹，官方救援不及，民间损失惨重。公众的愤怒并非指向某一天的积水，而是对年年抗洪、年年被淹这轮回的系统性失望。如今大家发现一个非常荒诞的对比：地上玻璃幕墙的大楼越建越高，地下排水管道却是几十年前的老标准。一边是城市兴起的快速扩张，地面不断硬化；另一边是所谓的海绵城市建设，变成了一个个孤立的小花园项目。在大暴雨面前杯水车薪，民众称这种现象叫地上光鲜，地下欠账。你小心点。5月23日晚到24日凌晨，重庆永川区发生暴雨，导致茶山、竹海街道、中山路街道、双石镇等地出现洪灾和泥石流。事后，网上流出大量视频显示，当地茶山主景区灾情严重，大量居民被半夜突如其来的洪水冲走，生死不明。多个视频中可见，洪水过后，原来建的山坡处的房屋几乎已经看不出建筑的影子，只剩一片瓦砾。居民控诉，这些房子已被夷为平地。这只是其中4个受灾地点，凸显当地民众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惨重。但中共官方通报称，永川区只有9人罹难，11人失踪，该数字被怀疑造假。另外，中共官媒将洪灾归咎于所谓瞬发暴雨，但每年的洪灾中都有大量村镇半夜被突如其来的洪水淹没，许多人在睡梦中被冲走。舆论强烈质疑，这些洪灾与水库深夜偷偷泄洪有关。
大家看这个场景啊，这个山坡上本来有几栋房子的，现在这个房子全都没了。受灾最严重的地方啊，南北镇的金河村，大家看这个地方，这个房子啊，冲得不成样了。这里是我们长明的灾情更比毒云还要严重的很多。你们看这样车子都冲的，都还没有人来收拾，这样车子多得不得了。还有包括这边好多车子全部都是没有人收拾的，到现在。你们看，好几辆车直接怼着，还有那边一家人。现在洪水消退了，来看一看我们的房子，那个白色线就是之前洪水淹没的地方。我们先前就是从这个地方逃出来的啊。我现在走过去看一下我们的房子里面成什么样子了。我们就是从这里逃出去的。现在这个房间里面厨房里面已经烂堆残了，灶也垮了，外面的洪水还没有消退。山西晋中市榆次区的市区街道在5月17日淹水，25日上午又因为暴雨再度淹水，许多送孩子上学和上班的民众被困在路上，叫苦连天。5月24日，安徽多地也出现了洪涝灾害，灾民都靠自救，甚至有受灾户一家大小做着浴桶逃生。而受困灾民的求救信息以及灾区的真实景象，大多被迅速删除或屏蔽。中共媒体上除了冷冰冰的缩水的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数字，就是各级官员的口头关怀以及虚假的救灾场面。根据气象预报，河南、湖南、重庆等多地的暴雨天气持续到5月27日。气象部门发布了今年第一个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，预计山西、安徽、湖北等10个省份的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。好的，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，请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并分享给您的朋友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